漫长的岁月在滋养着中华文明的同时，也使武术成了这文明的一部分。历史的积淀使中国武术拳种丰富，门派林立，他们遍布大江南北，招法各不相同，但是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套路。各门派都靠套路演练传承着各自的拳法，也靠套路创编塑造着拳种的特色。有拳种必有套路，这早已成为了武林的规范。然而，却有一个拳种打破了这个规范，它从无套路，随心所欲，实战中常出其不意降服对手。这就是发端于北京的特色拳种义拳。80年前的北京，报纸上出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：一个叫王香斋的青年武师在家中设擂，邀请各路高手过招。很长时间过去了，竟无一人取胜。就这样，一代武术大师王香斋和他所创的义拳，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在北京问世了。当时报社的记者认为义拳即武术之大成，所以也称它为大成拳。这是今天的义拳练习者在进行基本功法训练。令人诧异的是，这种训练既不见力量，也不见速度，而力量与速度是各门武术的基础，离开它，攻防格斗就无从谈起。然而，眼前的这种站桩训练，却是王香斋特别强调的义拳精华所在。其中的缘由和他少年时代的习武生涯颇有关系。王香斋出生在河北深县，幼年时曾师从形意拳名家郭云深习武。那时的武师大都只教套路，很少传授功法。但郭云深在传授武艺的同时，也把从不外传的站桩功法传给了这个聪慧的小同乡。经过常年的内修外练，王香斋练就了一副好身手。为了开阔眼界，22岁的王香斋来到了藏龙卧虎的北京城。站桩的场地远离尘世的喧嚣，人们凝神静气，八风不动，只有教练的声音不时打破这宁静的气氛。用力，用脑子想。两手呢，像是齐腰的水里面按着一块木板，自己呢感觉微微一按着木板呢，身子往后一长，微微一靠就撞回来。你要设想啊，怀里有一个皮球啊，练到你们这个时候要注意，那个球它不是我们平时那种球，它根据你的身体再结合在一起。前手咱们搂着那棵树啊，这个树是参天大树，头顶天，脚踩地，要跟树融为一体。教练不断地提示着一些具体的形象，这似乎是在暗示，而这暗示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又说到这个生理学方面的事情了。咱们人体的这有很多肌肉群啊，或者说它不受咱们大脑意识的支配，但是说它受形象思维的支配。所以说要有意念活动，这种意念活动，那就是要专一的去想这种意念活动，让你身体体会这种意念活动的感觉，逐渐的由里到外。我们义拳的训练方法呢，它是用精神假借的手段，利用外界自然中可能会有的各种这个外界的刺激，来使我们的机体，尤其是我们的神经，产生必要的这种应激反应，然后呢，按现代的语言讲，建立成自动化条件反射系统。
站桩作为健身和武术训练的手段，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义拳在继承形意拳等传统武术功法的基础上，格外注重通过心理暗示对自然界一些赋予内在力量的事物发生联想，以此充分调动人体的内在力感。他们将这种方式称为精神假借。而这种对传统站桩功法的格外强调，甚至把它作为拳种的根基，则源于早年王香斋对武术真谛的思考与感悟。20世纪20年代，在北京以难逢对手的王香斋，为进一步提高武功造诣，开始了遍访武林的远足。在长达数年的大江南北之旅中，他既有得到名师指点的收获，也有对武林现状深深的忧虑。此时，冷兵器时代结束后的中国武术正处于一个混乱时期。他感到泛滥江湖的程式化套路和花拳绣腿的卖弄，已使武术背离了它的本质。要想使武术回归本源，就必须打破套路的束缚，发掘人的本能。于是他想到了站桩，想到了意念对本能的呼唤。一代又一代的义拳练习者都在固守着站桩的基本法则。那么在科学发达的今天，又将如何评价这种通过精神活动调动人体运动能力的古老方法呢？于先贵是中国资深的体育科研学者，他对义拳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实验与研究。觉得它符合人体的科学原理。你比如说这个精神假借，它完全符合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那个理论学说。它利用我们生活里边已经有的经验，在我们会议当中呢，你的肌肉它就有这种反射出现。比如说望梅止渴，我们谈到梅子的酸，我们就会有唾液的分泌；我们谈到淋浴，我们就会皮肤有一种温热的感觉，用水流冲击的感觉；我们谈到大方种站立，我们就会有风的对我们的感觉。它其实呢，诱发了你肢体的本体感受器或者皮肤的感受器，使你增加了灵敏度了。要饱满啊！可以连续点，也可以。站桩后的训练是视力，也就是在微妙的运动中把握通过站桩获得的力感。自身的松紧转换要跟外界产生联系，你不跟外界产生联系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要设想在水里边有个球，这个球呢，咱们拉住的，我一拉的时候有点拉不动的状态，拉不动的状态，我又给它，用整体给它拉过来，然后再推，你看推不动，再往前推，好，给推动了，再一拉又拉不动我就，身体上来了，这一落地，随时都能够发力的状态，是吧？但是重心呢是还在后边，是吧？船就接起来就行。你看，你得拽到很远的地方，对，头也要撞啊，你脚踩住，走，小伙子们在一丝不苟地练习着，他们相信这种方法将练就义拳那特有的力道，而当年他们的宗师王香斋甚至由此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。也是北京的一个名家，跟王老已经交流成为好朋友。他早晨来以后一看王老那儿端着杯子，那什么呢？他想从后边试一下，他就用掌打了王老后腰一下，没想到王老这一亲，他就出去了。但是这个水呢，
就抖起来了嘛。他这一进来这一震，这水就起来了，哎，后来又落到碗里了。回过头来一看，那人哗一笑。古代的时候，如果说崔瑞斌回顾的是一段神奇的传说，那么刘普雷则有一段关于这神奇的切身经历。当年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成了一拳的传人。他们说呢，说这种拳的训练呢，就是站在那里把手张着就长功夫了。我们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啊！这怎么可能呢啊？我说我们要去见识见识啊！当时刘普雷见到的是王香斋的得意弟子姚宗勋，而姚先生对付他仅用了一根手指。姚先生讲到这个，站稳了，使劲儿，我这一顶住的一瞬间，我觉得刚顶住的一瞬间，那么姚先生这个发力我都没觉出是一个杵啊顶的这个力量啊，但是觉得呢就好像碰在电门上一样。当时一下这个弹出去了，而且呢是四脚朝天。一拳高手在交手时，往往随手一弹，对方即飞出丈外，这是一种巨大而神奇的力量。这种训练方式叫式声，它是把肺腑之力迸发出来的一种练习。就是说，如幽谷创中嘛，是吧？就是说，利用声波的鼓荡，把内脏，各个部位的用内脏的连接呢，都是靠隔膜，你的五脏六腑都靠薄膜给连接起来的。但是说你在发力的时候，你上外形脚手能够紧起来。但是你内脏里边不一定能紧起来，那就是说，利用声波的鼓荡，使内脏隔膜都紧起来了，这样子就好像一个铸铁的人一样。可以看出，一拳的所有基础训练都与力量有关。他们努力地通过这些日复一日的训练，追求着前辈大师那巨大而神奇的力量，而这种方式在常人看来，多少有些匪夷所思。通常情况下，人们为追求力量，往往会选择负重训练的方法，也就是通过外力的作用增强人体肌肉纤维，以获得更大的力量。这种常规方法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。而一拳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，到底能获得多大的力量呢？据现在的科学家的研究啊，人身体有2万多块肌肉群，如果同时的运动10多吨的力量，作为人来讲，你秉10多吨能发放出来，你几百斤的力量，对于人来讲，那已经是造成重大的杀伤了。但是说你平时的运动的时候，它运动的很少，调动的。咱们通过这种精神、心理、生理的同时的锻炼，把这些肌肉群都能充分的调动起来。为了验证这一点，于先贵主持了一场考察意念对人体支配能力的试验。研究人员利用科学仪器，将一拳练习者通过意念对人体机能调动的状态进行数据化分析。这也是一拳的传统法则第一次经受科学的审视。刚才咱们做实验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个是平静状态，第二个是训练过程，第三个是一个恢复过程。主要看一下训练过程，咱们来看一下血容量，也就是说所说的指脉。在开始的阶段，数值比较低，是57次每分钟，到
第4个阶段，也大概在2分钟左右的时候，可以提高11次，然后提高了将近20%，达到一个峰值。再看一下皮温的变化，从它的数字上看，整个趋势是出现一种上升的趋势。在整个过程来看，在做意念控制的时候，人是机体上处于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的。脉搏在它在比较发功状态下，它激烈的活动下，意念活动下，脉搏提得很高，而且2分钟之内呢，提高的约达到20%。但是他这个人体呢，本身并没有去做运动，而只是靠意念去想象。第二呢，就是说他那个皮肤温度呢，在升高了，皮电也升高了。皮电升高了，说明这个人体虽然在安静状态在做激烈的想象，脉搏提高了很高，但是还处于一种放松状态，而且血管的那个流量呢，血流量也增大了，这说明呢，人体也处于一种相对的处于一种一击待发的一种积极状态。意念使人处于外松内紧、一触即发的状态，而推手等教力训练就是寻找这状态的激发之道。事实上，传说中的高超武功是很难练就的，武术大师也从来如凤毛麟角。现实中，更多的是人们对那神奇之力的不懈追求与探究。我们知道反作用力、作用力，那么呢，它首先是讲，就是同时发生，在同一点上同时发生，力量呢是相等，方向相反，同一直线。那么这种原理呢，在这个对抗的运动中，人体对抗中呢，它如果恰如其分的使用出来以后呢，是典型的，这叫事半功倍。所以我们有些前辈讲打人如拍球，是吧？那么就是说，他要把这种弹性用到极致，它的时机、它的触点，是吧？都要有很好的这种研究和一种习练。为了准确地掌握发力时机与触点，找到一拳特有的力道，当代一拳传人们开发了许多辅助训练手段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拳打脚踢，其中却大有玄机。这种训练的器材呢，我们叫做弹力球，这种在西方拳击里可能能见到，但是我们主要用来训练腿法。这个弹力球，如果你踢得不好的话，它会产生一些不规则的波动。当你的力量踢得够长，那么这个沙的这个球啊，它会方向不一，所以你踢的时候很难踢中。所以我们训练的时候呢，你要既可能要求它能踢上它，还得让它不要摆动的幅度过大。力量的运用嘛，它一个是要准确，另外一个还要短促。这种沙袋啊，你看着跟外面的那个散打沙袋差不多，但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，就是像尤其是这个旋转，这个是这个一拳你就是通过长期练习啊、训练啊总结出来的。它这样旋转，它可以检验什么呢？检验你击打的部位是不是在沙袋的中心线。如果你打偏了，那么这个沙袋它就会旋转。所以说你一定要掌握到你击打的时候，一定要能打在它的中心线上，打左打右两边它都要发生旋转，培养你那个击打的瞬间啊准确性。加快，手臂不要那么早延伸。对，很好。对。就刚好能切上它就行了，切上它就不要让它摆得太厉害。这个后手对。格斗的对象不是笨重的物体，而是有生命的人，因此程式化的演练和不以人为对象的击打
纵使力大全猛，也很难克敌制胜。没有套路演练的一拳，格外注重实战训练。这其中除了徒手格斗之外，还有许多匠心独具的方法。实战训练就是拳脚相交的搏击。就在这拳脚相交之中，那源于王香斋的一拳格斗技巧也就被一代代的传接了下来。中间有个中线，就是说都是双方打击的目标，所以说一定要说保护这条中线，还要按照这条中线去打击对方，这样子才可以。哎，对。好，站住坐，再一起来，再一变，这可以往上走，哎，防止他的后手，对吧？这后手一出来，你的点这儿管住，棍儿往这儿。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拳，在中国武林是一个最年轻的拳种，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没有套路的拳种。他所崇尚的真谛来自王香斋的一句名言：“拳拳福音”，就是说，拳学之道源于人的生命本能。又一个清明节到了，一拳的传人们在王香斋的墓前献上了鲜花，他们追慕着这位一代宗师，也铭记着他在中国武林的特立独行和真知灼见。